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老蔡。今天，请大家想象一个熟悉的画面，辛苦一辈子的陈大哥，65岁退休了，他紧握着存有几百万退休金的银行存折，小心收藏，每天看看就感到安稳。对他来说，把钱安安稳稳存银行是天底下最安全的事。这或许也是你振作或未来的规划，觉得这本存折是下半生最坚固的靠山。但老蔡今天必须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我一位在官股银行任职30年的高阶主管朋友，曾严肃地对我说，你知道现在最危险的理财方式是什么吗？就是把所有退休金一毛不动地放银行定存或活存，这不是在保值，而是在保证亏损。我当时愣住了，银行不是最安全吗？他解释，因为有一只看不见却全年无休的恐怖怪兽，正合法的从我们账户里搬走血汗钱，它的名字叫通货膨胀。这一集我要撕开存银行最安全的糖衣，让你看清通货膨胀的真面目。我会用最简单的数学，一笔一笔算给你看，它一年到底吃掉我们多少钱。影片最后，我将提供几个应对的原则方向，帮助我们保护辛苦累积的资产，这关系到每个人的下半辈子与能否拥有真正无忧的晚年，请你一定耐心看完。首先，我们要来认识真正的敌人。你要明白，通货膨胀不是名词，是动词。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通货膨胀这4个字，在新闻上、报纸上常常看到，但我们的潜意识总觉得那是财经专家、政府官员才要烦恼的事情，跟我们这种过着安稳日子的小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朋友们，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通货膨胀，它从来就不是一个静静躺在教科书里的名词，它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动词。它描述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你手上的钱，它的购买力正在不断下降的过程。讲理论太复杂，我们讲一个你我都有深刻体会的故事，一个关于排骨便当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大概在20年前，民国90几年的时候，在座很多朋友应该都还在职场上奋斗。那时候中午休息时间，我们去公司楼下买一个香喷喷的排骨便当，大概是多少钱？可能70块、80块，对吧？那么现在呢？同样是在台北市，一个有菜有肉、排骨稍微厚一点的便当，没有150块恐怕是买不到了，甚至在有些地段还要更高。这中间的变化代表了什么？我们用同样一张新台币1000块的大钞来做比较，在20年前，这1000块你可以买到超过12个甚至14个排骨便当，让你好几天都不愁午餐。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张1000块，你可能连7个便当都买不到了。你看，钞票还是那张印着小朋友的蓝色钞票，它没有变，但它能够换到的东西实质上彻彻底底的变少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它就像空气一样，我们平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侵蚀着我们财富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对通膨有了基本的概念之后，现在我们就要来做一道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我相信，当我们把答案算出来之后，会彻底颠覆你过去几十年来对银行定存的认知。要算这道题，我们首先需要知道2个非常重要的官方数字。第一个数字是银行定存利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名义利率，这是银行白纸黑字答应要给你的利息。我们以大家最信任的中华邮政或是台湾银行目前1年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利率来看，大概是落在 1.7% 左右，我就用这个 1.7% 来做计算。第二个数字是通货膨胀率，这代表社会上所有东西平均价格上涨的速度。我们不能凭感觉，我们要看官方的权威数据。根据我们中华民国主计总处公布的资料，台湾最近这2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也就是 CPI，平均大概都落在 2.5% 左右，我就用这个 2.5% 来做计算。好了，2个数字都有了，接下来我们要计算一个真正攸关我们财富增减的关键指标，它的名字叫做实质利率。它的公式非常简单，就是实质利率等于银行给你的定存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现在我们把刚刚的数字带进这个公式里， 1.7% 减去 2.5%， 答案等于多少？答案是负的 0.8%。朋友们，请你仔细看清楚，也听清楚了，
答案是负的 0.8%。这个数字代表了什么样惊人的意义？老蔡现在就帮你把这冰冷的数字翻译成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懂的白话文，翻译成我们退休金的真实故事。假设你现在有一笔新台币100万的退休金，你非常开心的把它全部拿去银行存了1年期的定期存款，1年之后，银行按照约定给了你 1.7% 的利息，也就是17000块。你的存款总额从100万变成了新台币1017000块。从存折的数字上看，你的钱确确实实变多了，对吧？你心里一定觉得很安稳。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在这同样的1年时间里，社会上所有的东西，从你家巷口的阳春面到你身上穿的衣服，平均都变贵了 2.5%。这也就是说，你在去年用100万可以买到的所有东西，到了今年，你必须要花102万5千元才买得到。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结果放在一起比较，你的钱名义上增加到了101万7千元，但你实际需要的生活开销却增加到了102万5千元。一来一往，你算算看，你的钱不但没有增加，实质上你的购买力还凭空消失了8000块。你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把钱存了一整年，没有做任何投资，没有任何亏损，结果到头来，你的财富实质上还缩水了8000块。这就是我的银行主管朋友所说的保证亏损的血淋淋真相。你以为钱锁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固若金汤，安全无虞，殊不知通货膨胀这只隐形的怪兽根本不需要钥匙，它每天都在从保险箱的缝隙里把你的钱的价值一点一点的抽走，而你却浑然不觉。我们再把这个数字跟我最关心的退休生活做一个连接。假设一位平均的退休劳工，他每个月领的退休金是2万5千元，一年就是30万，那么一年实质亏损8000块，就差不多等于他辛辛苦苦存了1年的退休金，结果被通膨无情的吃掉了将近1/3个月的份额。朋友们，这难道还不够惊人吗？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刻警醒过来吗？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可怕的真相之后，我们就要用这个新的眼光来重新检视一下，有哪些我们过去认为安全无比的理财方式，其实是正在让我们加速掉进这个通膨陷阱的财富黑洞。第一个黑洞就是我们刚刚反复分析的银行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它给你的安全感是虚假的。在现在这个通膨的时代，它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锅子，你把钱放进去，感觉很舒服，很安稳，但它正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侵蚀掉你资产的价值，保证让你的财富慢性缩水。第二个黑洞是很多台湾长辈非常喜欢的工具，叫做高额的储蓄型保单。我相信很多人都接触过，业务员的话术通常都非常有吸引力，像是强迫储蓄，保本又有增值，既有保障又能存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完美？但老蔡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很多储蓄险的本质其实是保险公司跟你借钱，然后只付给你比银行定存多那么一点点的利息。它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它的报酬率极低。如果你请专家帮你精算一下它的年化报酬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RR， 很多6年期、10年期的保单算下来的结果跟定存差不多，甚至有时候还更低，完全没有办法抵抗通货膨胀。其次，它的流动性极差，你的钱一旦放进去，通常就要被锁住6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如果你中途突然有急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一笔钱，想提前解约，那么非常抱歉，你会损失你的本金，也就是说，你会实实在在的亏钱。最后，它的机会成本极高，你把一大笔宝贵的资金，在人生最精华的理财岁月里，锁在一个几乎零成长的工具上，就等于是放弃了让这笔钱去参与其他更稳健的成长机会。第三个黑洞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持有大量的现金放在家里的保险箱，这是被通膨怪兽吃得最快、最彻底的方式。你的钱完全暴露在风险之中，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的心里已经开始感到焦虑了。你可能会想，老蔡，你说的这些我好像都懂了，但是你说的那些投资，像股票，风险那么高，我这可是辛苦一辈子的退休金，万一赔光了，那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请大家先放120个心。老蔡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不是要教你去炒股票，
去追求一年赚30%、50%那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我们健康之道的宗旨是追求安稳，所以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个能够保护你的资产，让它不亏钱的黄金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建立正确的心态。你要记住，我们退休理财的唯一目标是战胜通膨。我们的目标不是要去跟市场上的少年股神比谁赚得多，我们的目标非常卑微，但也非常明确，就是要让我们的总资产每年的增长率能够稳定的大于主计总处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也就是说，只要通膨是 2.5%，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资产成长超过 2.5%，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赢了，我们的购买力就不会缩水，我们的退休生活就有保障。第二个原则是学会资产配置，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句老话大家可能听到耳朵都长茧了，但它就是理财世界里颠扑不破的真理。把所有钱都投入任何单一的工具都是风险极高的行为，把所有钱都放在定存，风险就是100%会被通膨侵蚀。把所有钱都压在一只股票上，风险就是万一这家公司出问题，你可能会血本无归。最基础的配置就是把一部分的钱放在相对保守、能提供稳定现金流的地方，再把另一部分的钱放在能够参与整个市场长期稳定成长的地方。第3个原则是花时间去认识一些稳健的工具，让整个台湾的成长来帮你赚钱。对于追求安稳的退休族来说，有几种类型的工具概念是值得我们去认识和学习的。例如指数型 ETF，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元大台湾50，代号是0050。老蔡不是推荐你去买，而是要请你理解它的概念。你买一张50，就等于是说你一次就买进了台湾市值最大的50家绩优公司的一小部分。你不需要去猜哪家公司会涨，哪家会跌，你投资的是整个台湾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要你相信台湾的经济在未来10年、20年会缓步的向上成长，那么这就是一个分享经济成长果实的最稳健的方法之一。又例如高股息 ETF， 像是国泰永续高股息，代号是00878，或是元大高股息0056。同样的，这是要理解它的概念。这类 ETF 是基金公司帮你精挑细选出一篮子在过去历史上发放股利比较稳定、比较高的公司。对我们退休族来说，它最大的吸引力就是能提供相对稳定的现金流，就像是每个月帮自己加薪一样，可以用来支付我们的生活开销，减轻我们的压力。最后，在投入的方式上，一定要采取定期定额的方式，不要去想着我要在最低点的时候一次买进，在最高点的时候全部卖出，那是神才做得到的事情。最适合我们普通人的就是定期定额，每个月固定一天投入固定的金额。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拉平我们的购买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我们因为市场短期的上冲下洗而做出恐慌错误的决定。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在我们父母亲那个年代，台湾经济起飞，银行的利率很高，那个时候努力存钱确实是美德，也确实能够致富。但是在今天，在这个低利率、高通膨已经成为常态的时代，过去的真理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只存钱不理财已经悄悄地变成了风险最高的行为，将我们的退休金全部锁在银行里，看似最安稳，实则是在做事我们的购买力被通膨这只怪兽无情的一分一秒的啃食殆尽。今天这支影片，我的目的不是要给大家制造焦虑，而是要真诚地唤醒警觉。我衷心希望你从今天开始重新检视你宝贵的资产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放着，请你花一点点时间去学习最基础的资产配置观念，让你的钱的增长速度至少能够跑赢物价上涨的速度，这才是守护我们安稳、有尊严的下半辈子唯一且必须的道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老蔡恳请你务必将它分享给你身边所有还深深抱持着存银行最安全这个观念的家人和朋友。你的一个简单的分享，可能就点醒了一个家庭，帮助他们守住辛苦一辈子的血汗钱。我是老蔡，这里是健康之道，专门为你解析最重要的民生与财经议题。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